有人问戴的是假发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这人吧，没有什么别的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秃顶。我是从这儿到这儿，头发飞走了。此时此刻，我用这个帽子遮盖一下，然后前面这是我上网买的一个价值18块钱的假刘海，现在戴在前面，就是为了让你看到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希望你不要介意，好不好？不要歧视别人。有人说我孩子6岁，看你直播咯咯乐，有眼光啊！因为孩子吧，就是小朋友是最真挚的，他看到我会乐，就说明他喜欢我，喜欢这个叔叔。未来还能承受多少伤？残恋就铁石心肠，用真心换。有人说好好说话，我现在没有在好好说话吗？我现在只是说普通话而已，你们这么不习惯吗？你们不会这么不习惯我说普通话吧？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就是开始说普通话了，你们也要怪我。但有一束光安抚着我，是我最终的信仰。人活在白天，却禁锢在黑夜。超级不习惯，不是我说你至于吗？我不就说了几句普通话吗？干嘛这样对我？猖狂，人藏猖狂。I've been praying for you， 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雨水的过往。你将我勇敢地中二之魂觉醒了，是，行，不闹了，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借我温柔的肩膀，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黑夜的一束光，我也触到了光芒。一定是活得太过认真，才换来满身伤痕。回忆。老大，可以用反派的声音说话吗？你没听过一句话吗？这个世上会有一个坏人认为自己是坏人吗？反派的说话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啊。一个演员，你演的是一个坏人，你一个正常的坏人会认为自己是坏人吗？说我是坏人，绝对不会啊，他也会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对的。先学先卖啊！最近有刷视频听到了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对。因为我当时演白寿飞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演一个反派嘛。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这个我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说的词儿，我就觉得以我的三观是理解不了的。后来呢，我就想说，我得靠什么去支撑我的这个信念啊？因为我觉得我说的都不是人话。我跳出来看，我自己说的都不是人话。但后来呢，就是得想个办法啊，我得站在这个角色的角度，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对的。我觉得我说的没错，我就是这样啊，我做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呀，啊，对吧？我凭什么呀？所以其实我觉得会，因为我之前总演过，也不能总演反派吧，我演过反派吧。
大白不算反派嘛？他当然算在剧里的反派，但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是英雄。就像我最开始我第一部戏演的那个《热血少年》里边魏成风，那个纯反派。心中建座城墙，不屑的荒唐，我还是这样蜚语流长，蜚语流长。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将我勇敢的闯，借我温柔的肩膀，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翱翔。有人问我一句话，说老大，内娱好混吗？我看到这种问题，我现在我跟你说，以前我敢回答，我现在我是真不敢回答。我现在以前我可能因为我的直播间当时的时候，我以前直播的时候，直播间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的闭塞，我说的话不会被传出去。但现在呢，我真的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就等于先有鸡和先有蛋的一个逻辑是一样的，就你怎么答都是有问题的，你懂吗？他怎么答都有问题。你说，比如说内娱好混吗？我说好混，肯定不对。说不好混，那你别混了。懂这个逻辑吗？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它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你说什么都会被人骂的一个答案。所以这种问题我就不回答了。所以这种问题也是可以回答的，逻辑就是要有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好不好混我也不知道，你来自己体验一下吧。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有我的感受，你有你的感受，所以你有机会你来混一混，你试试呗，可能你会获得快乐，也可能你会获得痛苦，不一定，所以你自己来尝试吧。有朋友就说60岁再说，那没有什么60岁再说的，任何事儿都是有苦也有甜啊！我觉得这就客观的说，任何事儿都是有苦也有甜，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你以后我的工作也好，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帆风顺的，也没有什么事儿是一直痛苦到底的，没有，它都是并行的，都会有啊，有苦也有甜，黑夜里一束光，照亮泪如雨下的眼眶，将我的心安放。有朋友说，宁哥，哭戏对你来说难不难？难。哭戏对我来说非常难，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不爱哭的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所以哭戏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难啊！我觉得。真的，我每次一遇到哭戏的时候，我就压力很大，我会很痛苦，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哭。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勇敢勇敢，我的朋友，就算明天没有彩虹。小哭包是谁来着？我没那么爱哭吧？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演戏里哭，那有的时候是第一是工作需要，有的时候也是 ZQS 哥嘛，有可能是这样的嘛。讲究一个就是演戏讲究一个 ZQS 哥，所以那个是正常的，但是我日常是不爱哭的啊。刚不说在那个开推里吓哭了吗？
吓哭和正常的哭泣那是两回事儿。吓哭是被动的，吓哭是被动的，就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那是生理反应啊。当然演戏也算生理反应啊，因为真的太吓人了。骑马还真不是吓哭的，骑马是因为吹的，他那个马有点快，当时刮风，因为我眼睛就是幸亏眼睛小啊，我自己先说了，我因为眼睛就是有的时候吹风吹大了就容易流眼泪，迎风流泪啊，迎风流泪。有人说宁哥怎么哭能一个眼睛流泪？求教学，我教不了你啊！你是演员吗？你演员你是找专业老师学，你跟我学啥呀？什么叫一个眼睛流泪啊？下次朋友们你们在哭的时候，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就是两个眼睛，大概率啊是有一个眼睛先流泪的，大概率是有一个眼睛就是眼泪会比另一个眼睛眼泪多，啊。他两个眼泪不是同时你需要挤满了之后再让它同时下来，但是你正常哭的话，其实是一个眼睛流泪的，就是你会有一个眼睛先掉下眼泪嘛，啊、我当时我跟你说我遇到一个演员朋友啊，就是他哭的时候呢，他可以控制左眼和右眼哪个眼睛眼泪下来。哇，当时我会觉得哇好厉害。就他哭的时候，当时那个时候拍戏嘛，就是拍戏的时候嘛。比如说他哭到他的，我俩对戏嘛，到他进行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哭，我就是本能的哭，也不是说本能的哭嘛，我就会正常哭嘛。就是拍戏具体的事，我就具体的逻辑我就不讲了，反正就是哭嘛。哭了有的时候他的这个眼睛不一定哪个流眼泪，有的时候是左眼，有的时候是右面，不一定哪个。然后呢，但是我就发现他可以控制，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控制的？你可以这个眼睛流眼泪，他就教给我了，这个其实就是你感觉他很厉害，但是他确实很厉害，但是你听了他的方法之后，你觉得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说方法很简单，但是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吧？哦，他给我讲完之后，就方法就很简单。有朋友眼药水没有，不敢。现在演员谁敢用眼药水啊？不敢用，然后那个啥。宁哥展示一下，没有，有时候机密也不算什么机密。其实我可以就是这样子，朋友们，你们谁想知道的话，微信微我50，我把这个秘诀教给你啊。你看似我是一场直播，但是其实也是在卖课。这个课呢没有什么内容，只是告诉你一个非常离谱，一个不是离谱。你好像看见我，但我现在你看我好像这个直播是免费，但是现在我开始割韭菜了。想要知道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秘密的话，微我50。夜的一束光，照亮泪如雨下的眼眶，将我的心安放，赐我温柔的肩膀。我说不想知道，拜拜。你明知道我是在开玩笑。虽然我也知道你是在开玩笑，但你就不能说捧着来一把吗？你能不能就是俩人演戏，你得搭起来，你得捧一下。我开始傲娇了，你得开始就是怎么说？你得顺着我这个来一下，你不能给我亮字了，对吧？你得那种就表现出那种很祈求得到答案，或者是跟我讨价还价，这样戏嘎就出来了。
第一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是那种你得求我告诉你，第二是呢你是很渴望，但是呢你又加了一个部分，就是你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人设，这个人设里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你是一个特别抠的人，然后跟我讨价还价，最后咱俩35块钱成交，这个戏才能出来。你得自己给自己设定这个戏的过程，你不能上来就是比如说我说哎微我50，好不要了走，这样戏结束了，那不行，你知道吧？所以你得能不能配合我一下？31口价啊！5块，其实5块钱也是可以的啊。你们这么多人可以在一块儿，就是一起讲究一个团购，没有，1块钱交个朋友。没有，当时我确实学到了这个技能，也是当时他教我的。他说你这样试试呢，我当时一试成功了。原来这么就是我看似非常难的一件事，原来它这么简单就能做到。但是你不学，你是真不知道啊。就比如说你去一个饭店，你就去吃一个菜，它有秘方，但是你看这个秘方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菜好像很难做，但是其实你做上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么容易就做到了。但是你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就可能展示一下。我有病啊！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第一点是这样的，朋友们，我没必要直个播，当时我没事儿在这儿哭吧。第二是啥？就是我直播哭这件事儿要传出去了，不得让人嘲讽死啊！说刘宇宁那样还在直播里搁那演戏呢，还告诉朋友展示什么叫做演技呢？就他演那个样还在直播间给人示范怎么哭呢，还给他演哭戏呢。也不知道我们内娱到底怎么了，怎么什么人都能演戏吗？他背后的资本到底是谁呀？谁捧的他？真的是这种就这样的也能去演戏，太不公平了。残恋就铁石心肠，用真心换来一场荒唐，但有一束光安抚着我，是我最终的信仰。人活在我预判了你的预判，不好意思，我预判了你的预判的预判啊！却禁锢在黑夜，任它猖狂，任它猖狂。I've been praying for you， 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将我勇敢的闯，借我温柔的肩。有朋友说，通过你说的词儿，想到了那个刻薄的嘴脸。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有人说这是真人吗 ？AI。AI 合成的，现在是我其实这个人，我人现在此时此刻已经在这个泡脚了，已经准备睡觉了，但是此时此刻我的这个 AI 在这儿给俩播。黑夜的一束光，我也触到了光芒，一定是活得太过认真，才换来满。有朋友说：“宁哥，你看到我你就呼吸一下。”
你也是真有活，你是。回忆也漫长绵绵不忘，执着的人用沉默抵挡，在心中渐作成长，不解的荒唐，我还是这样。然后您哥小贝能聊吗？可以能聊，为啥不能聊？你想聊啥呀？你想聊啥？流长，飞云流长。I've been praying for you。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将我勇敢的闯，牵我温柔的肩膀。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黑夜的一束光。小贝什么时候能见面？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这还真不知道。没有，我也没有收到什么消息。咱最近发给我一些那个 OST， 然后具体的别的事儿我也不太知道。我也触到了光芒，因为有今天强大，等我们都换了白发，我都不愿忘记，我迷失了唯有你。小贝是 BE 吗？我不知道。不能剧透，反正你就是到时候看呗。因为小贝那个时候，因为他毕竟是个现代戏，所以那个时候，我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控制自己的吃，我天天狂吃，就开心啊，就是吃啊，每天就吃好多好吃的，再加上那个时候在重庆拍戏，狂吃，就是不管啊，就是放纵，当时吃很多，黑夜的一束光，照亮泪如雨下的眼眶，将我的心安放，赐我温柔。然后小贝那时候在健身吗？不是小贝在健身，因为小贝那个时期呢，是我前面一阵正好在那个北京待了一阵嘛，我正好是那个时候拍完戏在北京待了一阵，在北京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健身，那一阵我健身，我狂健，我狂的健身啊，那个时候那会儿找教练，天天狂练。确实就是稍微有点型了，狂练，因为我当时答应是去年说年底的时候看腹肌嘛，结果戏一演上就感觉就是每个人整个人就很疲惫，就是完全也不健身了。我问小贝是男一还是男二不重要啊，小贝就是小贝，属于我的一个角色不重要。男一男二我也是那些钱也是那些戏份，所以不重要，管他呢。高伟光比你高啊，他真比我高，他是真心比我高。我连续遇到2部戏的这个演员比我，3部戏，那个谁也比我高袁璐也长得比我高陈有为，我当时进组的时候，那前我们在敦煌开机，然后那天刚进组嘛，说大家认识一下吃个饭，我就跟这哥几个我们几个吃饭，我一看我陈有为这么高他比我高，但是他演我那种就是弟弟那种的，他演我弟弟但是我一看我弟弟比我高，发育也太好了吧陈有为不能说比我高，我俩差不多，我俩就是相差不会差过1公分，我俩相差不会差过1公分，你知道吗？但高伟光是真比我高，他比我高，
比如说张凌赫呢，张凌赫我俩应该差不多，因为没有正常量，但是我们相差就也超不过，就哪怕他比我高1公分，或者我比他高1公分，就这么样，因为我们也没有见面说，哎，来过来，小伙，咱俩两歌。那也犯不上，反正就是你在一块儿，你大概一量，你就知道你俩身高的一个这个区别了嘛，对吧？就是也没有说强调什么身高，就是也没必要强调身高。哦，也没必要，因为就比如包括周柯宇，我们仨一在一块儿，就反正都挺高的，一看你就是大概都差不多，差不了太多啊，就是相差不会超过2公分，相差不会超过2公分，啊。哎，我遇到过，想看你们合作一部戏，有机会的吧？有机会的，阳光总在风。对这个歌，当时那个谁，当时我录节目的时候，白宇也跟我说狂风袭来那个歌他唱了。我说啊，你唱这个歌了？他说他好像参加哪个活动，他上去唱了这首歌，沙土会深海，倒映着山脉，日月不再，无声的黑白，时间的尘埃。等谁解开迷雾中醒来，真相的掩埋，命运或许早已有安排，为什么阻碍都让它崩坏？狂风袭来，就让世界明白，偷换一个未来，等荒漠的花开，一切都重来，让意外不意外。有朋友说：“宁哥，你团队换了吗？没换，就是最近好像就是工作室的物料好像有所改变，对不对？”我看到一个评论，因为我那天不是去那个迪士尼嘛，有人那个拍到了我团队的一些人嘛，他说：“哦，怪不得最近这个工作室发的东西比较的就是讨我们喜欢，原来加入了00后啊，原来工作室来新人了，来了一批00后啊。”来个原来，狂风袭来，擦着尾巴冲破阻碍，前方的位置等着咱揭开。升起太平，无论成败，四中四外，脚步加快，走现在，整理快快，外面有个交代，我随随。然后工作室还招人吗？目前满员了。不招人，不招人，就是。够用了，目前够用了，所以先不招了，你去找别的工作吧。所以是新的吧？不是新的，就是那个加了一些，因为以前我这块说是，以前我是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我以前第一是不爱拍照，第二不爱拍视频，就是不喜欢拍照，也不喜欢拍视频，就是比如说我参加什么晚会。就比如说打个比方，是前一阵我刚参加那个，东方卫视那个，影视剧盛典嘛，参加那个，然后基本上像艺人呢都会做那种出发图，就是包括什么你们也看过什么微博之夜呀，然后艺人都会有出发图。什么叫出发图呢？
就是准备要出发的时候发一个图给自己今天所有关注他的人和这些大众所关注他的人看一看，今天他穿了啥衣服，什么造型，什么妆容，怎么样，有没有品味，好不好看，帅不帅气，漂不漂亮。啊，这是艺人的一个常规操作，就是你在做任何活动之前，你要发出发图，就是告诉大家我出发了啊，我参加活动去了。怎么样？我这衣服今天去选的这个衣服高定啊，这是这个秀款啊，我这个是那个淘宝啊，告诉大家穿了什么东西，这是就是每个艺人都会做的一件事嘛。但是我以前我属于就是什么呢？因为我说句实话啊，我自认为自己是长得不好看的，所以我特别讨厌拍照和拍广告这两样，拍视频、拍照、拍广告这两样我特别讨厌，因为我不喜欢去摆 pose， 因为摆完了不帅。怎么摆怎么奇怪，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拍照，也不喜欢拍视频，你就别拍我啊，别忙到我。尤其有的时候我参加晚会，还有一个逻辑是什么呢？我每次参加晚会，我都喜欢什么呢？我不喜欢，我都有一份工作是什么呢？我要唱歌。我一般到了任何的是演员的晚会啊，我也要唱歌；到了歌手的晚会，我也得唱歌。就是每次到那个晚会上，都会有演出啊，都会说刘宇宁你来了，那你就唱首歌呗，给你弄个节目。我说行。所以有的时候我这个人是，比如说我今天有现场演出，我并不是说去打扮的漂漂亮亮去走个过场，然后上台领个奖说个话我就走了。我一般基本都是会有一个演出的，都会有一首歌唱一首。所以呢，我有演出的时候，我心里压力就会很大，也不是说心理压力大吧，我会给自己心理建设。今天我有演出，得好好唱，别唱次了。我毕竟是个歌手，虽然最近在演戏，因为唱现场这个东西吧，确实不好把控，所以呢，我就会有的时候他们就我的团队，我工作室说，哎，那个老板你拍点照吧，我就会特别烦，我说不拍，别拍。后来发现这个大家都拍，那我就拍，可以拍点啊，拍点得了，可以，行了，别弄了啊，照2张得了，你一共不就发个6、7张吗？够了，可以。他们其实我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挺无奈的啊，当然我没有说这么的，我刚才只是夸张的去这样，当然我对工作人员态度不是这样的啊，我都是这种啊，不拍了好不好？我真的有点烦躁了，一会儿我还有演出呢，咱们没事儿，不是说工作室只发6张照片吗？我们差不多够了，你相信我，绝对够了，没问题的。你们已经做得很棒了，可以，你们真的是，我觉得你们辛苦了，没事多休息，你们把这几张照片给我好好修一修，发出去就可以了，啊，好嘞，那我先去做准备了，你们更相信前一种还是我刚才这一种？快走，声眼看着走来。我更新第一种，偏第一种，但是也不会那么的，就是那种赖劲。但他们大概也是，因为他们也不会逼着我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抵触这个东西，很抵触，也不想拍。我就说踏踏实实我演个出，然后来参加活动得了。但是呢，他奈何这个我粉丝总骂，啊，就是总是说怎么事儿，几点了还不出图？人家艺人都出图了。怎么还不说？为什么？你们工作室都干什么吃的？啊？我就会觉得，这不就是骂我吗？就好像在说刘宇宁啊，你作为一个艺人，你连照片都不拍，你当什么艺人？你应该出来营业的，你应该就是你粉丝这么支持你，别让你拍2张照片，你怎么了？你给他狂什么？你是不是狂了？你是飘了？我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后来呢，我就稍微就调整了一下。我说，那每次出发，就比如说这个需要拍出发图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拍，而且我也配合的挺好。但是太多我肯定也受不了啊。但是因为我听说很多艺人非常卷，就他们啊，基本都会提前1天去。朋友们，
很多艺人真的，我当然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说我见到的状况和我觉得他们做的很棒的点。他们比如说这个活动是8号，他们6号到了地方开始化妆，化完妆把衣服穿上之后出去拍出发图，7号一天来修图选图各种的，8号真正活动那一天再发出去。我会觉得哇，我就好卷呐，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啊！但我基本我是做不到那个的，因为我一天干不了这种提前，比如说这个事儿，比如说提前让我一天干，我就会觉得很累，啊！但很多艺人会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还挺崇拜，还挺那个敬佩人家的啊，对他们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可以了。现在工作室发的内容也不少了，偶尔发一些我的日常啊，或者我参加哪个活动，他们会录一些视频，然后剪出来给大家看。其实他们现在也是，我觉得也是，我也得改变嘛啊，包括随着这个发展也好，我的工作室告状，他们没有告状，只是因为我总喜欢去看一看啊。所以我也是因为再一个我意识到了，可能我需要做这个事儿了。很多事儿别人劝我没用，我需要我自己意识到。那我意识到，我觉得，哎，你看有的时候我会主动，我说那个这一次去把宣传叫上，然后你给我拍点东西，啊，拍点视频啥的，到时候发给粉丝他们看一看，他们看来挺乐呵的，啊，就是他们还挺喜欢看的，啊，就是觉得起码这样我有个借口不直播嘛。就是我不直播的时候，他们起码看看这些物料啊。今天我那个团队的人跟我说那个老板，今天我们手里有物料，要不就发一批啊？我说先别发，因为我今天晚上要直播。等我过2天没时间直播的时候，如果我粉丝太想念我就发一批物料出来安抚一下，稍微安抚一下。今天我直播，所以咱物料就先别发。我说客观评价一下盛典的应援，就是嗓门挺大，挺能喊啊，挺能喊，很不错。我都说了嘛，咱家很多朋友跟开水壶成精了似的嘛，啊，呜的啊。有朋友喜欢不？说实话，你就问前面3个字就可以了，后面那3个字你为什么要问我呢？你在那骄傲什么？你喊了，当时那个开水壶这声音里边有你一声，12重奏里边有你一个声部，还在那儿喜欢吗？说实话，我都能想象到你那个嘴脸，你真的是。怎么样？喜欢吗？说实话。可以，挺好啊！但是就是当时觉得就是哎，但是我没想到，因为我认为那样的活动就是因为那个像那样的活动有很多人嘛，但票也有限，然后有些朋友通过一些关系走进去的。啊，家里有关系就走进去了，或者是认识什么谁，就是这些对吧？能搞到票能进去的，没想到那天进去那么多，挺诧异的。当然
当然这个就是也不能说觉得很有面子吧，就是因为你毕竟你在那儿，然后你家朋友来支持你，起码就是开心的啊，是开心的。倒映着山脉，日月不再，无声的黑白，时间的尘埃，等谁解开？迷雾中醒来，真相的掩埋，命运或喜早已有安排，为什么阻碍？有朋友自己买的票啊，挺好，挺好，啊，挺好。就是咱反正挺那天是反正是声音挺大啊，因为里边也去那帮人，就包括前辈也好，包括新人演员也好，都挺多人的。然后但是你们都在，也挺好，辛苦你们了啊，辛苦了。狂风袭来，就让时间停摆，偷换一个未来。等荒漠的花开，一切都重来，让意外不意外，换原来个原来。狂风袭来，就让时间停摆，偷换一个未来。等荒漠的花开，一切都重来，让意外不意外。然后聊一下长沙应援。长沙应援也挺开心的，因为每次我去长沙的时候，去录那个综艺的时候，就都有好多朋友去。然后呢，就是当然也很感谢，我每次真的很感谢很多朋友千里迢迢来到这儿，然后为了给我呐喊也好，为了给我助威，给我撑场面嘛。因为这次就是都是很给我排面儿，很给我排面儿，然后很多朋友就历尽千辛万苦来的。然后呢，也都很不容易。我都是每一次，因为我每次我觉得大家来一回，然后呢，就想说呢，我起码下去跟大家打个招呼。我知道咱家朋友都很有，我们之间就是很有那种，我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你们不会说上来扑倒我呀，或者造成什么乱糟糟的呀，基本都不会。啊，有的时候你看起来乱糟糟，其实都不是咱家粉丝，都是一些代拍啊，或者别人家粉丝挤过来，想要这个看看猴这种的。然后，但是其实咱家朋友都很老实的，站在原地啊，都是，比如说我就给大家打招呼啊，他们都踏踏实实的，也挺好的，每次都会这样。但是最近呢，就是因为就是不能太那个什么嘛，因为人家所有的东西活动吧，他也怕出现任何的问题，他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就会很大，所以这一次也没过去给大家打招呼，然后也是那个什么，当时我就在群里就说了嘛，啊，当然还是很感谢各位前去现场，然后给我加油助威，给我应援的朋友，非常有排面，非常感谢各位啊！而且那天还下雨呢啊，那天还下雨呢，真的是就是非常的感谢吧啊，何德何能啊，有朋友说奶茶破费了，那还好。那些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那有啥？讲讲开始推理吧。其实没啥可讲的啊，就是因为我刚刚该讲的就讲了，就是因为这些嘉宾呢，我都相对来说熟，然后呢，就唯一有一个新朋友，然后在录制过程当中也挺开心的，我们就也很快就成为一个朋友了。对，因为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因为我也好，白宇还有周柯宇，我们三个算是上一季的老玩家嘛。然后呢，我们三个属于上一季老玩家。然后呢，其实也不能说带新玩家吧，但是其实是要有一些，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录过这个节目，我们会熟悉一点，然后呢会给那个新玩家多说一些我们上一季的一些经验呐，和节目组会怎么搞我们呀。或者是从那个推理的角度，一些谜题的解开方式啊，就是我们会分享，虽然说的也是胡说八道啊，自己给人叭叭讲，说哎，我跟你讲，节目组这么设定的话，他肯定我跟你讲后面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结果完全没有。啊，我告诉你，这个题要这么解，这个很简单，这就是这个加上这个，然后再减去这个，再除以这个，就完全就解开了，啪，没解开。啊，就是
开始的时候以为会有这个老玩家的一个优势和一个这个优越感，结果一般般啊，结果一般般，还在那叭叭给人上课呢啊！我回头就在想，这不会很讨厌吗？觉得自己可聪明了啊！我跟你讲，这个案件啊，哼，我们早就知道凶手是谁了，结果一看答案不是。啊，所以呢，没有，所以第一期呢，可能我们更起到我白宇还有周柯宇是作为一个老玩家，会更多的去分享啊，更多的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这个解谜的一个逻辑嘛，就是其实我们是好意啊，好意是想要给人就是一点启发，让他们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结果人家玩的比你明白，这个是最尴尬的。啊，这个是最尴尬的，以为就是引导别人说我们有经验，我给你们说点这个方式啊，基本上他们节目组会这么搞，结果人家玩比你明白，啊，所以后面就还好，后面我们就一块去一块解谜的，反正就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些人起码就气场是合的，啊，就录节目其实看的一部分是节目啊，一部分是节目，另一部分看的是人物关系嘛。其实很多朋友，你们老看综艺，你都知道，看的是人物关系啊，人物关系就这群人在一起气场合不合啊，他们在一块有没有意思，你喜不喜欢看这几个人在一起叭叭啊，哪怕是非常傻的做一些推理，你喜不喜欢啊？这些人氛围好不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一季呢也非常不错，氛围也都挺好的，因为都很熟悉，人也都很好啊。带我碎碎个自己脸色慢慢上脸酸，欢迎下次再烧回来抱回来，乖乖等声眼看着走来。不起来就让时间停摆，走完一个未来，走我的。开推是全部录完再播吗？不会，他应该会先播的，他会先播的，然后边录边播，但是他有后期还有审核，就是他有那个过审嘛，他各种其实跟剧是一样的，他需要过审，然后过完审之后剪辑，然后再修改，然后再排期，它其实跟剧是一样的，所以也不会很晚，很快我相信这个月末之前会跟大家见面吧，希望是啊，当然我是希望是，那不一定啊，这头发太丑了。有点长了啊，刚剪完。就是我之前，其实我录这个节目啊，当时我就会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其实现在我有一点变得不像我了。以前我在做什么活动，做综艺也好，或者参加活动也好，我都会比较放松，我就觉得开心最好啊，就是我就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就是因为录综艺嘛，你需要投入嘛，第一是投入，第二是活跃嘛。但现在呢，我好像也是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网暴吧，也不算网暴吧，就经历了一场挫折。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有一些小心翼翼了。我当时有一个点，我一直在想啊，因为我们这就是当然我跟你们分享啊，我现在会有点紧张了。然后呢，我这一次去跟他们录节目不是有我们这次会有音乐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就是比如说就是会有一些音乐的元素啊，这具体是什么样我就不说了，到时候你们会听到我们唱歌了啊。然后呢，我当时是跟张凌赫一组，我俩一组，我俩是唱同一段歌。然后呢，就唱完之后呢，我俩唱同一段，因为那个歌本身很难进，真的很难进，所以每次呢，就是进的时候，我可能会稍微容易进一点，因为毕竟我还算是一个专业歌手吧。啊，我可以这样进，就是我可以正常进，但他呢可能是没有那么的擅长唱歌。所以呢，就是他唱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他很有趣，我觉得他人好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然后呢，具体，然后呢，后来那个，他唱歌，我就觉得，好像还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在那个节目过程当中就 get 到他唱歌的魅力了。我可以这样说，没毛病吧？我 get 到他唱歌的魅力了，于是呢，我在节目里总 Q 他，我说我不想听别人唱歌，我就想听张凌赫唱一首。你给我整一首，你整一首，来，咱俩整一个。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我是想要，因为他是新朋友嘛，他第一是新朋友，而且我们需要，其实朋友怎么去熟络呢？就是调侃，开开小玩笑，然后呢，去通过一些这些调侃，当然他不会唱了，当然我也不会强迫他唱了，但是只是大家都你知道吧，他成为一个小梗而已啊，他成为一个梗。我说那个什么，我就想听你唱歌，我求你了，你给我唱一首，我求你了。我就会这样，但是呢，在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会这样，就因为我当时我们就觉得聊得很开，他也是开得起玩笑的，他也说我不唱，我说我给你微你100块钱，你给我唱一首，求你了，就是我们会开这种玩笑嘛。但是呢，我那天录完节目回家躺在床上，我就在想，我去，这不会有问题吧？我会不会有一天等节目播的时候，人家会说刘宇宁，你这个人怎么人品这么差？你在接别人短。你什么意思？你是歌手，你唱歌好听，然后你就总 Q 别人，你去嘲笑别人是吗？当时我一直躺在床上想这个点啊，我当时一直在想这个点。你强迫别人，你去强迫别人，你这。你霸凌新人，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啊！我当时回去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一宿没睡着。我在想，我没事吧？我自己就在过脑子，没事吧？大家应该会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吧？因为我不至于说我去贬低他来证明我唱歌有多好，没必要啊。因为这样的话，我的这个音乐酬劳也不会因此所长高或者怎么样，不会啊。当时我一直在想这个话题，所以我当时想了几天之后，我认为觉得好像是没什么事儿，因为大家在里边的氛围很好，大家就不会往这边想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现在有点这个前怕狼后怕虎了。我现在就是会想好多，我会觉得这些让我不快乐了。没关系，我觉得我是这样的，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让我恢复以前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尽可能的谨言慎行，但是又不能失去自己的个性，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谁不是守着聚散的远隔天涯上月亮？我播了4个多小时了，我播了4个多小时了，我已经。时间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有一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这样吧，朋友们，我今天现在几点？9点59，我今天播到10点半，好不好？再播半个小时，行吗？今天就到10点半，再跟你们唠会儿嗑，反正也好久没上来跟你们唠嗑了嘛，唠一会儿啊！你们等我一下，我去趟卫生间。我放个 VCR 吧，放个 VCR。
美。然后你们有什么想跟我唠的，咱们就。朋友们有这个现在直播有笑声吗？就是这个，有吗？这个有吗？有啊。好，完美，这场直播绝对完美。然后你们有什么想跟我唠的，咱们就在这里共同度过，我们一起虚度时光，好不好？我这人可会聊了。来，有朋友在公屏问说你谁呀？我收电费的，开门。我说刘宇宁真帅，嘿嘿，废话，怎么用你说？那你说你是歌手，那你来首歌吧。啊，来什么呢？有什么想听的英文歌你点吧。我是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朋友们，你闹呢在那儿啊 ？Dumplings、noodles、beef、beer、whiskey、apple、pencil、emo、lemon、lemon tree、bounce、动词。放这个档次，凳子上来了。太哏儿，啥意思？就是您太哏儿了。有朋友说声音小啊，麦克风都要塞嘴里了，还声音小。有朋友励志上火，上火的事儿多了，我瞅你我都上火。有朋友说你为啥不演霸道总？霸道总还天天跟你嬉皮笑脸的。有朋友你演拐杖，我演圆规，我演拐杖。说如果你现实当中也这么说话的话，会不会被打？现在是什么社会？谁敢说打人就打？啪！对于一个刚出道的人，一个30几岁的孩子，你知道对他的伤害有多大吗？客房了一下就客房了，情到深处永远控制不住。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啊！对，意思一下得了，把那个手机二维码打开，我找你。支付宝到账5元，服务员来2瓶啤酒，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帅气的脸很危险，花花世界迷人眼。你播这首歌什么意思？这歌刘宇宁唱，刘宇宁认不认识？不认识啊。不认识，去看看热搜。有朋友说刘宇宁你不用上班吗？我那个造型搁家这样美美的呗。朋友们家人们，这个长发我为你们而留。我说宁哥我是你哥，你赶紧唱首歌，我是欠你的，对不对？没错，欠你的。还有在场有没有我的影迷？我给你演一段啊。什么叫做下头男？对，做什么呢？这是什么呢？发个照片过来给我看看，发一个，快点，我爸拉黑了，还不发是吧？跟我玩欲擒故纵，我给你发一张我的照片，怎么样？我室友说一般，你别往你室友身上赖，你能不能你有点担当？你给我来了一招无中生有，给我来了一招暗度陈仓。朋友们，你们等我，我去换套衣服，我去重新做个造型。各位学姐好，老师好，我是3年2班刘宇宁。你别看宁哥跟你俩直播，天天张牙舞爪，胡说八道，但现实当中唯唯诺诺啊，只敢在网络上纵神出击。我也想永远单纯善良，我也想来到这个世界上，看看远方的山，远方的水，花怎么开，水怎么流。你们也放心，我现实当中也是个正常人啊。对，我为了怕这个裤子全套穿有点不雅，所以我下面穿了个短裤啊。有朋友说商业价值少了一半，不可能，这首歌送给3对我，好想你啊！有朋友在公屏打字说，哎，他对我笑，他是不是喜欢我？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晚上好啊！最不舍得。晚上好啊，我的朋友们。瞬间，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霜。哦，真的吗？5000万了？哦不，这怎么可能？上月亮，就在江湖之上，少年轻狂，千杯不醉如球场。有朋友说，快从刘宇宁身上下去。你的意思是，不管你是谁，我命令你从刘宇宁身上下去。说的这么吓人。不向往。有朋友说刘宇宁，你做自己，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从不抱怨，因为抱怨没有用。当然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啊，我需要慢慢的去，因为环境确实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就慢慢的适应嘛。有
以后有新的电视剧吗？我正在努力，快点拍。啊，就是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剧和喜欢的剧本，我真的很难。然后呢，也在尽力的拍嘛，也希望大家稍安勿躁。嗯。会心的花束在反复，彻夜无眠共度。对，前两天我看大家在卷那个创作观那个啊，我看到了，辛苦各位啊，辛苦各位。重新认识的故人，同来是路。哥今天不唱歌吗？你是刚进来吧？你刚进来有什么资格说当时还在挑三拣四？来晚了不知道啊？前面唱了，但我今天这个没吃饭，没有什么劲儿，所以就不唱了吧。啊，就跟你们哼哼一会儿可以，但是我就不正儿八经唱歌了。然后。就在江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谁不是守着聚散的云和天涯上月亮？就在江湖之上。有人说，有人在公屏打字说：“刘宇宁，你评价一下谁谁谁。”我有什么资格？我有什么资格去评价其他的人？我算老几？你当我是那些 UP 主啊？我要锐评这个锐评那个的。我又不靠一条视频，我要接广告赚点小钱，我犯不上去评价人家呀。少年轻狂，千杯不醉如愁肠，人间一趟如梦一场。那个别吓唬我了，我谁也不敢评价，我谁也不敢评价。我现在连我比较熟悉的朋友，我提到了我都得小心翼翼一点。我连我一些熟悉的朋友，我说我提到他的名字了，或者是哪怕说开玩笑提了一下，都要小心翼翼，就别提人家。以前我认为就是大家就是比如说，因为这个圈子嘛，你作为一个艺人来说，其实带给大众就是一些欢乐也好，或者一些好玩的东西也好。那大家看到你们在一块玩，获得的是欢乐也好，或者是获得觉得好玩的东西也好，结果所有的东西现在都要上纲上线，那就别提人家了吧。哦，我就都要上纲，所有东西都要上纲上线，我就觉得那就别聊人家了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湖之上，万里风光，谁不曾流浪？谁不是守着聚散的远隔天涯上月亮？就在江湖之上，少年轻狂，千杯不醉如愁肠，人间一趟如梦一场，江湖相望。就是别就尽量不提别人嘛，对吧？也没必要提啊，提他个提的。毛血旺还续吗？那天真的是那天录好溜的时候，那个雪琴问我了，说宁哥你5月份干啥？我说我那个啥，我5月份在组里拍戏。他说那完了。他们毛血旺好像是5月份开录，啊，5月份好像开录，然后他寻思没事去一期。然后我说那个时候我到时候应该进组了，所以应该是又去不了了，太遗憾了。心动在短暂契合的某一天，凭着直觉，从歌里有隐藏一种特别，在触电的环节开始怀疑双眼，你居然让我如此妥协。有朋友说我妈说你看起来很斯文。
没有后面败类2个字吧？他仅仅是说了斯文2字是吧？没有提到后面的说，你看这小伙看起来很斯文，是吗？哦。看来不能张牙舞爪了啊！你眼前的这个世界，我一点呈现。怎么你的阿姨呀，我都是装的。姐，我都是装的，我这人就是特别的，就是我是社会小流氓，我不是什么斯文的人。我请找心相劝，我想你应该怀念旅人的感觉，所以我将过程悄悄敷衍，发现手上。有朋友说：“宁哥，我室友说你很帅。”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别人称赞我帅了。朋友们，这是我自己找的水军，自己雇的号，都是自动发的那种的，就触动了某一个关键词，他就自己就发出来了，说刘宇宁，我觉得你很帅，真的很帅。有朋友说我老公说你好帅，那也倒不用，你老公肯定在你心里是最帅的啊，我一般。BGM 都得换一下。有朋友说，我爸妈看到你一路走来，都觉得你很厉害。厉害，那肯定是不厉害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回想以前的一些经历的事儿嘛，包括一些我一路走来的一个过程，我会觉得挺神奇的啊。对，尤其前一阵我回丹东去回去一趟之后，我就更深有感触，我就会觉得这一路走来其实挺神奇的，嗯。我厉害倒也不厉害，我觉得更多的是运气吧，就是包括选择。因为刚开始我最开始就刚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还比较火，那个时候不谦虚的说，就是那个时候作为网红那一波的时候，我挺火的。那一阵挺火的，热度也挺高。在那个时候的选择，我没有选择继续直播，那个时候我的选择是要当明星，而且我没有去参加什么商演，也没有说跑场去酒吧给人唱歌跑商演赚钱，我那个时候没赚钱，做了不赚钱的事儿，然后就去拍戏去了。那个时候我也没拍过戏，就直接去拍戏去了。当然也遇到了贵人嘛，
去拉了我一把，给了我个机会嘛。然后，我觉得是选择吧，就是每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我好像都没有选择特别错，就一直到今天嘛。到今天我回头看看，我说有什么选择是错的，好像没有。啊，当然，人生也没有回头路嘛，当然也有选择错的时候啊，只是我会把那些当做我的宝贵的经验，然后对自己也是个锻炼。如果你真的是一路特别顺，你啥东西也学不到。当然也不能说我一路特别顺啊，但是我也不想卖惨，说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艰难，就是因为有些事儿是不能说出来的。说出来，第一是什么呢？第一说出来就是它属于一些不能告诉观众的一些秘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说出这些东西来说，只有你的粉丝会心疼你，大众不会心疼你的啊。大家路人也好，或者是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人也好，他们不会心疼你的，所以没必要去把这些觉得自己辛苦或者觉得自己累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说出来，都没有必要啊。我记得王源不是有首歌吗？叫做《这个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我好像还真的听过他那首歌，但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很难有感同身受这件事儿。所以你去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给大家讲过吧，我曾经拍过一个戏，我讲过应该是啊，我拍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决定想要做演员嘛，然后呢，也是就想说去当演员，然后呢我也很喜欢，然后呢，但是那个戏拍了1周之后，我收工回到酒店之后，就是头套卸完妆也没卸，就站在那个水池的前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对我自己说了一句话，我说刘宇宁，你是个歌手，你好好唱歌混口饭吃就得了吧，你为什么要来演戏？你为什么要当演员？为什么？我真的有这样的时候啊！我真的有这样的时候，灵魂拷问自己，那个时候我都差点得精神病了。你一想想，你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场面说在影视剧里经常发生，但是现实当中真的有几个人会自己跟自己对着镜子说话吗？很少。那个时候我已经就这样了。有朋友说：“难道被你镜子里的美颜所征服了？”你可能看我的机会比较少，我看我自己看30多年了，不说吐了吧，也差不多了。我怎么会觉得自己的美颜惊艳了？怎么不会？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做演员的过程当中，也有选择上可能会当时会觉得后悔，但后期都会觉得可能都是收获。然后就会有一些自我调整的一些，就是思路吧。比如说我遇到一些就是不是特别觉得特别 OK 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我开始的时候会很较真儿，我觉得这个不行，这啥呀，这不行，我不可以。但后来呢，就会觉得
好像也是更多种可能吧。反正我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也在说服自己和打开自己和去感受更多和丰富自己，然后最后成全大家。有朋友说：“宁哥啊，你这个霸道总裁的一个剧本。”首先呢，宁哥就是没有你想象那么活的那么多，就是这个行业的戏任我挑选，我没有。我现在属于有活干就不错了，有戏找你拍就不错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混口饭吃的一个状况。这是第一点，霸道总裁不是说你想演就能演的。第二是啥呢？第二是，女人你是在玩火，不过你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接一个。开玩笑，其实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是我接到的一些角色其实也是霸道总裁，但是是在古装戏里的霸道总裁。只是说不是说霸道总裁嘛，但是是古装戏的霸道总裁人设，其实也是一个感觉，就是那种女人，我让你住口，3分钟之内，你给我收拾好行李滚出去。这不都是霸道总裁吗？这不都是吗？这都是霸道总裁台词，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嘛。3分钟之内，我要知道他全部的消息，务必给我查清楚。就比如说像很多古装戏里不会有台词像过来去给我打探一下他的底细，但转换成现代剧里不就是管家过来，3分钟之内我要知道他全部信息。只是你在古装戏里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说出来了吗？是一样吧？就比如说，现实当中霸道总裁会说什么样的词呢？说，既然你在我公司一天，你就要听我的，我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这是那个什么吗？这不是那个现代戏霸道总裁的台词吗？那如果换到古装是什么呢？这个天下就是我的，我要你生就让你生，让你死，你必须死。不也是在装叉吗？所以你很多朋友说演霸道总裁，我可能有些古装戏里也能满足你的一些，有朋友想看戴米啊？等会儿吧。有人说宁哥，你能不能演一个不死的反派？就是你演一个反派，演一个不死的，就这个反派活到最后是吗？可以啊，尽量呗。如果有遇到的话，就去接一个呗。就是有朋友说那个，就是
你这个你虽然演个反派，但后期洗白了，这个很难，因为有一些剧本逻辑上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啊，我也是听说啊，就只要你做过坏事儿，你可以天天喊，说我要杀了这个，杀了弄死这个那个，是我要灭了这个三界什么之类的，但是你没有实际做，那 OK， 那你后期可以洗白，但你真真切切的就是去做了一些东西，好像就洗不白了。我剩下对的牵扯，却没有任何阻力。Go baby go， 在这是个 stupid。我怕没说完话，我怕有no if I die young。有朋友说：“宁哥，你没事干个声优吧？”我跟你说啊，很多朋友跟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告诉各位一个逻辑，是我不配。因为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配音这件事儿，所以我有的时候总会去听一些真正特别棒的那个配音老师的东西，然后我会听他们说，我会发现你跟人是有差距的，因为他们的声音好听程度和控制能力要远远高于你，远远高于你。所以你让我当声优，我是不配的啊！就是确实人家是比你厉害太多了，因为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家能做到，你做不到啊，你就会觉得你就是没人说的带感，就是人家说这个词儿，比如说就是有一些词儿说喊了个招什么之类的，就是比如说拿命来，就这种的东西，就是人家喊的就比你带感啊，就是你可能就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也做不了配音演员这件事儿，但如果有机会让我去尝试给一个角色配音，我是愿意去尝试的。有朋友说去给迪士尼配音，我倒也不太行。3楼到了，大堂就在1楼。哦，我的朋友，欢迎来到上海迪士尼。你消失在 anywhere， 好像的说都是还你的，我不过是我玩你的，不要和那些男人攀比了，你让我向前看，不要纠结为什么你是叛逆的，看不惯了就换一个，不管是谁有一个算一个。I know same fate， 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的眼里面装了一砖柜，而是刻定的 DNA。有空来看看我，已经被冷落了一身灰，反正也不一定般配，何必袭击？Come here please。来吧。他最近那个带他打那个疫苗了，所以他没洗澡，然后让他就现在有点脏吧唧的啊，大家不要太介意。他就是最近因为他打了疫苗，然后不能洗澡嘛，不能进水啥的，所以最近就有点稍微有一些潦草啊，稍微有些潦草，大家也不要胖没胖，最近饮食非常规律。刚才估计睡着了，我叫他给他叫醒了，估计刚才睡着了。不要动，走开，讨厌。
才不流逝，在这多彩的舞室，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Darling Darling save me。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你们好吗？强行营业。你是注定派给我的天使，抚慰我不安的种子，让这枯萎的生活重发新枝。爱是最美的情诗，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Darling Darling save me。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Darling Darling save me。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就在转身的一瞬间，你情感的占领我世界，心跳已融化在音乐。他有点烦了。行，差不多了。那今天播的时间有点长，反正这一阵儿呢，我要是没事儿的话，就给大家多多播一播，好不好？那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哎，结束词我都忘了怎么说了。希望各位在这里度过了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都过得愉快。咱们下一次直播不见不散，拜拜各位。